你这个不省心的孽子啊！哎呀，母亲，孩儿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？你还说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这一路上，李公子辛苦了，安慰大哥们也辛苦了。你们的情，我慕容朱雀都记得。以后有用我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我义不容辞。慕容姑娘言重了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。如果您想记好的话，就记我们家王爷的好吧？你倒是会邀功，放心吧，我和你们王爷已经算是生死之交了。生死之交，白头偕老，真好。又简单说了2句，李云池便带着暗卫回隔壁的瑞王府去了。奴婢见过少夫人，少夫人，那位是夫人亲姐姐，也是唐念约的生母。唐念约的生母，她来干什么？不是，沈夫人不是黑化了吗？不是白切黑了吗？怎么又切回来了？少夫人，您别提了。唐夫人刚来的时候，我们也吓了一跳。那唐念约干出来这种事情，他怎么还有脸跑来？刚开始夫人是不见他的，但是夫人不见，唐夫人就站在侯府门口哭，引了不少人过来，把夫人逼得没办法，只能让他进门。进来后，他就说唐家和唐念约断绝关系了。夫人这才追问是怎么回事。断绝关系？哼，唐念约本来就不入族谱，所以没有除名一说，没嫁人，户籍也迁不出去，所以怎么能证明断不断关系？断与不断，还不是红口白牙？小姐的意思是，这唐夫人说断绝关系是哄骗沈夫人？哄骗不哄骗的姑且不说，就说这唐夫人不是什么好物，跑来也没安什么好心。小姐怎么看出的？还不简单，如果她安好心，会故意在侯府大门外哭，道德绑架沈夫人，败坏沈夫人口碑。她把沈夫人当亲妹妹了吗？她为沈夫人考虑过一点吗？少夫人说得对，这几天唐夫人虽然表现得很卑微，天天对着夫人哭道歉，还叫嚷着和唐念约断绝母女关系，但无论她怎么做，我们这些下人都觉得很怪。小姐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揭发她吗？唐夫人来害沈夫人，也不是害我，我去揭发她干什么？记住，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是，小姐。儿媳见过夫人，夫人这些天身体可好？你到底是去参加？算了，这些回去再说。好的。阿雀，你稍等等，我有话和你说。夫人有什么事？少夫人怎么还一口一个夫人呢？都成亲2个月了，该改口了。妹妹，你该不会是没给足改口费吧？这件事包给姐姐了。孩子，你喜欢头面首饰还是家具？姨母给你准备。您刚刚说有话对我说，请问要说什么？我刚从衡山城回来，也有些累了呢。沈夫人有些接不下去，唐夫人也没想到这小妮子直接不给面子。少夫人，是这样的，夫人收到来信，我们都知晓救世子的人是您了，我们对少夫人感激不尽。原来是这件事啊，不用客气，应该的。还有别的事吗？夫人的心意我知晓了，我们来日方长，以后慢慢说。您快去看望世子吧，估计正挂念的节。也好，你千里迢迢回来，应该也是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是，夫人。之后头也不回就离开了。大姐，让您看笑话了。阿雀这孩子从小没母亲，不是，我不是说他没教养的意思啊，我是说没人教他，所以。是啊，我也听说少夫人的身世了，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要不然，大姐您也回去休息，我去看看子言。我也去看看，这孩子也是我看着长大的。听说他受伤，吓得我几天没睡好。再说他看见我来，肯定有种种误会，我亲自和他解释，也不让你为难。小姐，您说唐夫人来者不善，她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那小姐您不想套套话？套什么？昌宁侯还没有回来，老绿茶不会说出有用信息的，我留下也是浪费时间。您是说老绿茶只在昌宁侯面前表演？那当然。来，本小姐给你讲讲宅斗的真谛。宅斗呢，顾名思义就是后宅的斗争。后宅女人权力是家主赋予的，所以他们争夺的目标就是家主的心、目光以及信任。演戏的目的是博得家主的信任，家主都不在，演给谁看？小姐说的对。给你举个例子吧，我刚来侯府时被那帮蠢坏的贱人刁难，侯爷不在，我都懒得演，该怎么对付就怎么对付。但侯爷回来，我立刻哭给他看，以弱者的形象让侯爷主持公道。最后侯爷把沈夫人训了一顿，还给我放了一些权，虽然那权被人钻了空子。想到这儿，慕容朱雀突然惊笑出声：小姐您为何突然笑啊？我在想，缘分真是妙不可言，
当时侯爷给我放权，被他们钻了空子，所以把我逼到钻狗洞，这才认识了瑞王。如果他们当时不钻这个空子，让我大大方方走出侯府，也许我这辈子与瑞王就没有交集了。是啊，奴婢很想感谢他们钻空子呢。也不知他现在正在做什么。我们打赌，侯爷回来后，老绿茶才会开始他的表演。奴婢相信。小姐，您说侯爷、沈夫人和沈公姬会上当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想在他们身上浪费精力，我自己的事还挺多。急什么？我们刚回来，先休息一会儿。没事，奴婢不累。你不累我累，你干活儿我闲着，会有负罪感。小姐为什么有负罪感？您是小姐，奴婢是丫鬟。小姐您就躺在躺椅上吃瓜子就行，看着奴婢干活。啊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奴婢求见少夫人。有事？回少夫人，永安侯府二小姐听说您回来了，专门跑来，正在侯府门外，门丁请他们进来。狄小姐不肯，说若是少夫人有时间就见个面，若没时间，他们这就回去，等下回再来。让她进来。是，少夫人。狄小姐请进。莎莎妹妹也来无恙啊。是这样的，慕容姐姐今天回来的消息是太子殿下告诉我的，他昨天就派人命令我，让我2天之内把慕容姐姐约出来。我今天来就是希望慕容姐姐骂我一顿，然后和我绝交，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绝太子殿下。如果我爹知道我回绝太子殿下，会打死我的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不得罪太子又能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还有这样的办法？太子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只要你如实把太子的命令告诉我就行，包括是谁给你传话，说了什么，神态怎样。如有必要，我会让你反问几个问题，不过你放心，那些问题绝不会暴露你被策反的秘密。慕容姐姐的意思是让我背叛太子殿下，背叛太子殿下，这和叛国有什么区别？开玩笑呢，吓吓你。其实你不用有心理负担，我只当你是太子的传话筒罢了。即便没有你，太子也得让别人来传话。不过你若是不想做传话筒，我就装模作样和你绝交，这样你也解脱。姐姐，我背叛你，你不生气？就帮太子传个话，叫什么背叛？再说对方可是太子，谁敢得罪？很正常，你自己选择一下吧。慕容姐姐，我接受策反。我们安定侯府虽然现在衰落了，但当年也是战功赫赫，哪个姓狄的不是铁骨头？如果不是因为小叔叔失踪，我们也不会衰落，但不能因为衰落就干那软骨头的事。我之前做错，现在就要补偿。如果真得罪了太子殿下，大不了我一个人做事一人当，去皇宫门口自刎去。算了，刚刚那事儿翻篇，用不着你策反，你就安心当传话筒吧。这传话筒你不当也有别人当。再说太子那么忙，找我肯定有事，我们都是有家室的人，直接见面不大好，需要一个传话筒。不行，慕容姐姐，你需要我问什么我去问，我一定要将功补过。没什么想问的。哦对了，太子说2天内见面，行啊，你告诉他说我明天就有时间，正好我还好奇唐念约是怎么个情况呢，明天见太子可以问问。说说今天下午慕容姑娘的反应。是太子殿下，奴婢太紧张。无妨，本宫不着急，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越详细越好。今天下午，奴婢随小姐到昌宁侯府去请少夫人。翠儿姑娘，奴才劝你在殿下面前最好别有隐瞒。是，太子殿下恕罪，奴婢不敢有隐瞒。是，小姐今日去昌宁侯府，希望被少夫人训斥、辱骂，然后绝交。紧接着便把发生的事说了出来。策反？那慕容麻雀竟然让狄姑娘反向监视太子殿下，她哪来的胆子？这才像是她的作风啊！狄莎莎被策反了，这奴婢也说不好。刚开始小姐肯定是犹豫的，毕竟没有人敢背叛殿下。少夫人忽然又改口说她只是开个玩笑，吓吓小姐。之后小姐说狄家虽然衰落，但没人是软骨头，小姐要将功补过，帮少夫人的眼线。少夫人又坚持说不需要眼线，刚刚是开玩笑，而小姐却坚持，所以2人折腾来折腾去，奴婢也不知道这眼线到底算不算数。哦，继续说，后来他们又聊了什么了？只要翠儿听见记得，都原本的说了出来。宝藏女孩倒是个没听过的新鲜词儿。
是呀，慕容姑娘可真是妙人呀！别人听说自己口碑不好，都急得火烧眉毛，慕容姑娘却认为自己的好很值钱，不能弄得人尽皆知。还有，少夫人还说了一句话，不行啊！如果太子殿下知道少夫人和小姐背后议论，会不会掉脑袋？但说无妨，本宫不会怪你们。是，少夫人问小姐，新小姐和慕容小姐到底谁做了正妃？小姐回答，两人都是侧妃。然后少夫人说，殿下好计策。继续说。少夫人说，殿下此举既不得罪新家，又不得罪慕容家，控制的位置却好像驴子脑袋上掉的胡萝卜，让其他官员们为了这个位置前仆后继。没错，本宫就是在驴脑袋上掉了根萝卜，让他们看得见，吃不着，追着跑。他倒是会比喻啊，妙啊！下回本宫会掉个更大、更好的萝卜。太子殿下竟然没生气。识字吗？回殿下，奴婢识一些字。以后再有什么，便直接写下来，送到明润茶楼。是，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这是什么意思？让小姐监视少夫人，让我监视小姐，我也被策反了吗？下去吧，赏。是，殿下。天下第一女有力，小姐又揶揄奴婢，忽然看她站起来，还真不习惯。慕容姑娘，你来了。是啊，晚上好。小姐别忘了答应奴婢的事。放心吧，你家小姐我呀，没别的优点，就是记性好。是啊，每次翻旧账都能把人翻疯。王爷，我有一些话想单独和你说。好，用他们回避。我们两人回避就行。我们进去说，让他们在外面切磋着玩。